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因为台风关系倒掉了2棵大树啊，然后我现在这些大树就要把它全部肢解，然后拿回来做有机，一样是放回原地来做有机质啊。然后这是我觉得它会断的关系啊，我发现这种树啊，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主根啊，向下的主根啊，它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细根。所以当它上面的冠比较多的时候，风很大，然后泥土软烂，它就被吹翻了。然后这一棵是那个南美假樱桃，它是自己饲鸟带来的，然后大概它的树龄大概是5年左右。这次台风它倒下去的时候，从这边裂开来，所以你看它下面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主根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。然后这个家中树，你看上面都被吹断了，但是它没有翻。它的树冠一样是很大，只是它只有树那个上面的冠裂掉而已啊。有很多小洞口，树根的洞。有看，很大只哦，跑出来了。在这个倒掉的树的。这边那时候倒掉有很多泥土，然后我在挖的时候，我发现非常多的像这种大型的蚯蚓，所以我就突然发现说，如果那些硬土啊，想要用蚯蚓来做改良，它会一定有机质吃完可能就跑走，不然就是只有在表面生存而已。那如果你是有种这种树，种这种比较大型的植物，它的根到哪里，蚯蚓就会到哪里，所以证明了蚯蚓是跟树是共生的关系，并不是说蚯蚓它会钻土，是因为树根去钻土，蚯蚓才有办法在那边生存，跟树一起共存。那如果底下是那种没有空气的硬土的话，蚯蚓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下去的。然后非常多的蚯蚓，随便一翻。看这边都是蚯蚓，大大小小，所以如果你要改良土壤，不能只放蚯蚓跟腐殖质在里面，所以你一定要有树，有这种活体的树。你看这些都是，这个要不是树翻下来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想要用蚯蚓改良土壤你一定要有共生的关系，不然土太硬，蚯蚓是没有办法下去的。看这些都是蚯蚓，里面应该还有更大只的。它上面呢，的树干上会长一些倒刺，所以要很小心。听说这个有点毒性。
我现在把这个比较细小的枝条堆在冬天时候要种菜的地方。这个细小枝条很快就降解完毕。这边是去年堆的树叶，然后经过应该快1年的时候，底下的腐殖土大概就会变成这样。冬天要种菜前，我就会把这些东西，这些比较细碎的东西，堆在你要种菜的地方做覆盖物，这样它们就可以在你的溪上面化成它所需要的肥料。这次台风很大，虽然倒了2棵大树，这些树大概都种了5、6年以上，但是我觉得不可惜。因为只有这种这么强烈的台风你才知道你种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。